大家好，我是喜欢把手搞脏的黑手阿姨。今天有一位朋友是，大家好，我是那个喜欢到处打酱油的酱油。对，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主题呢？我们今天要来聊那个管理的维度。管理的维度。对，管理的维度。这么深的话不会深啊，我讲几句话应该你就了解了。这么厉害，带我来认真听听。那你跟我讲讲。好，我们现在讲维度这个问题，你知道点线面吗？知道。点线面是什么意思？点线面的意思就是。人家没有准备好被问耶。小学的数学吗？小学的参考书，国中的自修，对，是点线面嘛。所以点就是一个点，对，是吧？一个点。那线呢？线就是两个点连起来的，不管是长什么样子，直线或是曲线，就是线。是。那面就是一面纸这样子的，正面反面嘛。对。那我们思维的成长其实跟这个点线面其实有关系的。是。那我们再来谈论这个东西，因为这个东西跟管理其实也有相关。那我们先把维度解释好，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嘛。所以我们要先理解你现在讲的维度，才可以再把管理的这个概念再把它套进去。对，你讲的是这个。对。那所以我们来讲说这个一维就是一个线嘛，一个线。那想象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不先从点开始讲。点要开始讲嘛，因为点太难了，所以我直接跳过点。你这样不行吗？点就是零维，好不好？大家知道点就是零维就好了。零维可以无限大，也可以无限小，太复杂，我先不要管它。我们先管这个一维就好。一维就是一条线。那我们人在线的中间呢，我们就只会处在线的里面，看不到线的外面。怎么举例？出生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说你家里特别有钱，特别穷，爸爸特别凶，妈妈特别漂亮，不会吧？不会，一开始不会吧？长大以后就会，我会觉得别人家妈妈比较漂亮。那基本上我没什么记忆。酱油你妈看到要落泪。对，没什么记忆，就表示说，因为这世界就理所当然嘛。对，所以就不会去怀疑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。所以就像我在线里面一样，这个线把我们包住了。线里面的东西呢，就是我们全部的世界。线外面的世界呢，其实并不存在。对，这是一维的思维。好，那随着我们大部分人慢慢读书啊、求学啊，有更多的朋友嘛。可能大概青少年的时候，我们不都特别叛逆吗？对不对？青少年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觉得说，爸妈讲的东西是错的吧，我们讲的东西是对的。因为到青少年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一个二维的思维出现。二维思维就是想要把很多线结在一起，会变成一个平面嘛，像一个 A4 纸这样的正面反面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好坏、美丑、对错。你讲的这个意思是因为接触的人多了，所以在思维模式上就不太一样。对，其实我在青少年的时候，思维就升级了一次。我产生的这个经验啊，或者知识啊，帮我们把它铺成一面平面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三维的思维。三维思维长什么样子？三维是什么？三维是一个立体的。对，是个立体的嘛。所以我们从平面开始就慢慢长出一个体积，变成立体的。大部分的人呢，会停留在二维到三维之间，就是他体积长出来的，但可能还没形成完全他自己的观点。对。那所以三维的意思是说，你有自己的观点。每个人都是，而且你也理解到，而且可以接受对方的观点跟你不同。每个人形状长出来是不一样，每个人思维看法是不同的。但是我们可能没办法接受说对方想的跟我不一样。到底是几维傻分不清楚啊？就是说，我是这样想的，我觉得太阳是好的，所以我没办法接受有人说太阳是坏的。太阳是坏的，是观点是错的。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二维的思维，就算它比较宽一点，他可能有自己的观点出来了，但还没有。那纯三维的意思是什么？纯三维的差异在说，我知道我喜欢太阳，太阳是好的。你觉得太阳是坏的也没关系。这是不同的观点的问题。所以你意思是说，在二维的世界其实就是好跟坏、美跟丑，对，就是一个双极的一个状况。是。那如果是在三维的时候，就是说，我可以去接受别人的好跟坏。我可以理解对方观点的跟我的不同，我可以接受这观点的存在。OK， 那我来比喻回去那个纸好了，纸的本身它就是正面反面嘛。那三维的意思就是你想要怎么把纸弄湿，变成一个纸粘土这样，一团一团的。所以这个就会有个体积出来，就是三维思维。然后你会看到，每个人捏出来的纸粘土不一样，我也可以接受。我不会说你这个丑，你这个坏。对，直到有这个认知说接受说不同的思维存在，那就是到三维。但是大部分人是没办法到三维。就那本书上面，就是领导者的蜕变上面讲，他讲说领导者的蜕变，这本书。你不要这样讲完之后，领导者的蜕变就
就收了吗？不会，其实他已经收好了。你先去找，你找不到了。OK， 所以你只能听我讲而已。好。阿英老师在讲，有没有在注意听？四维呢？四维太好了，四维。所以四维呢，其实有些人会不同意啊，但是我先简单这样举例就好了。如果我们把时间这维度加进去，那边四维。对，但我们现在要进入这个穿越了吗？没有，我们现在讲的只是时间的变化。穿越指的是那个时间轴的跳动嘛，但是没有，我们现在讲的是正常的时间。所以如果我把时间概念加进去以后，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没有东西是固定的，我会随时间的痕迹而改变。那四维概念什么意思？我的子列图长这样子，在三维呢会认为我就是这样子。OK， 我就是我很满意我的样子，我也很满意别人的样子，但我不需要改变。那四维的意思是说，我把时间加进来。时间加起来，所以我可以去调整我的形状啊，我可以随着时间去学习、去成长，去变成我觉得更有利的形状，我会有帮助更大的形状。所以这样子经过这些帮助跟改变以后，它的体积是会变动的。所以我们不讨论规划好不好，我们讨论的是合不合适，该不该现在做，有没有更好的时间去做它。因为这个对错好坏就不太重要了，它只有时间点的问题跟情况的问题。我在路上跟人说早安，就一定是对的吗？应该会有人把你当成神经病。对，所以看情况，可能会离你远一点。看情况，所以这个时间在什么时候做，它有可能有不同的效果跟影响。那我们讲究的是有没有效。所以经过了一段时间，也许它就有效。也许对，或者说除了这个时间点有效，除了这个时间点是没效的。对，所以我们讲究的是三维，我们讲究的是效果要合不合适的。对。那四维我们讲究的就是学习跟改变嘛，学习跟改变，如何改变自己思维，如何学习，让自己思维可以变动，去应付这个外面环境的变化。接下来是这4个 dimension 怎么用到管理上？用在管理上很这个是很好的问题。菜鸟就是照做，在哪个情况下它的最佳实践是什么？而且是由做事情来改善这个流程，而不是由某个天高皇帝远的部门